在近期的环岛军演中，我军出动了上百架战机跨越台海进行实战演习。台军对此紧急出动战机挂弹升空，来给自己壮胆。来看具体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在本次的军演中，我军的火箭炮和东风导弹好好表演了一下什么才叫先进中火力。不但跨过了海峡中线，还实现了100%的命中率，让一直关注我国军演的外媒和专家们真正见识到了我军的实力强大，也让岛内的某些人惶恐不安，产生了今天飞过我头顶，明天朝我头顶飞可怎么办的想法。除了火箭炮和导弹之外，其实其他武器也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就比如说东部战区的海空军出动了上百架的战机，飞过了所谓的海峡中线，来到了台岛的北部、西南、东南空域，并执行了联合侦察、空中突击、支援掩护等多项任务。在这里要值得强调的是，这次的演习是上百架战机，而不是上百架次。上次的20多架运20往塞尔维亚送货，虽说是20多架次，但实际上出动的运20是最开始的那几架，往复来回飞。而这次则不同，一次性出动了上百架的战机。大家对于一次性出动上百架战机这个概念可能还不太清楚，但是看看在俄乌战争中世界空军大国俄罗斯战机的出动数量就知道了，一天最多也就派出个10几20架，这还是一场针对军事实力很强的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么一对比，就很能彰显出我国空军的实力真正如何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面除了有歼11、歼16战机之外，还有着轰 6K 这种准战略轰炸机，就连歼20这种5代机也出现在此次的机队当中。光这一点就足以碾压联合国上3常之外的所有国家了。而这次的战机密集出动，也体现了我军在军改之后已经具备了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这一点是我军在军改之后一直磨练的一点。对于越来越现代化的战争，以往那种单一的军种作战已经不管用了，需要海陆空3军联合作战，才能把战斗力发挥到最高。除了出动上百架战机之外，我海军还有10多艘驱护舰在台岛周边进行海空联合封锁。这些军舰除了对军演区域进行扫描警戒之外，还配合友军兵力进行侦察引导，这里面对信息化的要求非常之高。如果不能做到完美配合的话，就无法一次性出动上百架战机，导弹还能同时做到100%的命中率。面对我军如同蜂群过境般的战机，台当局也是有点慌了。在这天上午，连续出动了多架幻影2000战机和 F5EF 战机挂弹升空。不过对于这一行为，台当局心虚地表示，这只是在进行例行训练，并没有针对台岛旁边的解放军军演的意思，请民众放心。但有意思的是，虽然台当局说是在进行例行训练，但是飞机上可都是挂满了实弹，一点也不像是训练，反而更像是战备一样。而且在台军方的披露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多架战机越过了海峡中线，但是在这些战机中却没有歼20的身影。可是在我军发布的报道中，歼20首次参与了实战演练，对敌人形成了强烈的威慑。这就代表着我军出动了歼20，但是歼20的隐身性能太过强大，以至于台军根本识别侦测不到歼20的踪迹，更无谈发现歼20的具体航线，从而导致在台军的报告中并没有歼20的身影。众所周知，台军的大多数装备都是美国搞对台军售来的，之前还花费了数百亿的天价，购买了美国的先进雷达系统部署在岛上，就这还侦测不到我军的诸多战机，这钱花的属实是冤大头。而且这次也算是彻底打破了歼20隐身性能不佳的谣言。之前西方国家认为歼20由于采用了压抑设计，这导致它的隐身能力大大下降，甚至认为歼20不是真正的隐身战机，而是一款4代半战机。然而现在台军重金从美国采购的雷达照样看不到歼20。那么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歼20要是隐身性能几乎等于没有的话，这岂不是说美国的雷达更烂，连不隐身的战机都看不到了吗？简直是滑稽可笑。
当然了，这还仅仅只是我们东部战区的一小部分战机出动参演，其中歼20出动的数量更是连零头都没到。如果真到了有必要的时候，我军5大战区的战机全部出动，那场面对比今天的大规模军演，更是成倍数级的。所以此时面对我军铺天盖地的战机出动，台当局感到恐慌，出动战机给自己壮个胆儿，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